3月1号，日本知名漫画家鸟山明因病过世，享受68岁。消息一出，震惊了漫画界，让不少漫画迷纷纷悼念起这位传奇漫画家。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鸟山明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3月初，日本知名漫画家鸟山明因为急性硬膜下血肿与世长辞。1980年代，鸟山明以怪博士与机器娃娃打开知名度之后，又靠着七龙珠系列登上了巅峰，红遍了全球。而七龙珠发行的40几年下来，他的漫画单行本在全球的累积销售量早就已经超过了4.2亿本。甚至早在七龙珠诞生之前，28岁的鸟山明就已经被认为是当时日本漫画界的缴税王，每年要缴6亿日元的税金给政府。甚至还有一个都市传说，鸟山明当时曾经因为交通问题想搬家，结果当地政府听到风声之后，为了保住这位缴税大户，就立刻动工修马路。那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真的被证实，但我们自己也好奇，鸟山明老师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他的漫画作品《七龙珠》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喜欢煮饭的你，在备料分装时也常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保鲜盒而困扰吗？今天要介绍了一款全透明万用保鲜盒 Munichi 先锋波波盒，解决你玻璃太重、一般塑胶又容易卡味道的烦恼。Munichi 先锋波波盒从选择原料到最后生产，坚持日本制造，采用日本 TBX 特殊的树脂材质，无毒、耐热、耐酸碱、耐撞击，并通过台湾 SGS 多项安全认证。不到200克的重量，却拥有玻璃般的透明度，一体无缝设计，清洗方便，不容易藏污纳垢、残留异味。同时，盖子身上的透气孔关上可以气密保鲜，打开气孔还能够直接进微波炉，让你一盒抵多盒。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到嘖平台，享受限时超早鸟优惠吧。1955年出生的鸟山明，出生自农民家庭，从小就喜欢看漫画和动画，他后来也爱上了画画。而对于家境困苦的鸟山明来说，画画就是他童年时期的精神支柱。不管是肚子饿或是觉得无聊的时候，他就会画画，因为在画纸上面好像什么都有可能实现。高中时，鸟山明读了设计科，毕业后直接进入设计公司工作，但他没有特别喜欢这份工作。后来因为常常迟到，做2年多就离职了。离职1年之后，某一天，鸟山明无意之间发现了周刊少年 Magazine 正在甄选漫画新人作品，获胜奖金有50万日元。为了奖金鸟山明决定投稿看看，不过因为没有注意到截稿日期，最后没赶上交件时间。但不灰心的鸟山明又把作品投稿到了另外一家杂志社周刊少年 Jump。那虽然这个第一次投稿鸟山明并没有得奖，但他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贵人，当时杂志社的责任编辑鸟岛和彦。而鸟山明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开启了一段不太顺遂的漫画之路。虽然投稿落选了，但是周刊少年 Jump 的责任编辑鸟岛和彦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潜力，他告诉鸟山明，请你多花一点点，继续投稿，努力看看，说不定有机会。之后2人开始合作，也开启了鸟山明的修炼之路。虽然鸟山明会画画，但鸟岛和彦觉得要成为漫画家，他还需要很多的磨练。所以鸟山明初期的画稿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被鸟岛和彦退件，1年下来甚至被退了500件的原稿。而对于自己的作品，鸟山明也没有什么自信，但为了当上专业漫画家，他还是坚持继续创作。那这边有一个有点有趣的部分是，大部分的漫画家都不会用本名来创作，但鸟山明出道之前就觉得自己的作品应该卖不出去吧，所以就都用本名。但他不知道是以本名出道会是他在漫画家生涯当中最后悔的事，因为在出道后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漫画家。在鸟山明疯狂画稿，鸟岛和彦疯狂退稿一段时间之后，1978年鸟山明终于以短篇漫画《奇异岛》出道，但读者评价普通，没有什么好评。后来他推出的另外2篇短篇漫画人气也不上不下。同年，鸟山明提出了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的构想，想要打造一个天才博士发明真人机器娃娃的故事，并打算让天才博士担任主角。但鸟岛和彦听完，坚持让机器娃娃成为主角，因为他觉得以女性为主角的漫画比较有卖点。不擅长画女性角色的鸟山明本来听了之后不太同意，但后来经过一番交涉，鸟山明妥协了。
1980年，鸟山明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怪博士与机器娃娃》正式推出，女主角可爱的外形加上搞怪天马行空剧情，让作品迅速的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是高人气哦！1981年改编成动画，人气依旧高涨，电视收视率最高达到了 36.9%， 成为了日本历史上面收视率第3高的动画。日本漫画界呢，甚至把1981年称作是怪博士与机器娃娃年。而出乎意料成名之后呢，鸟山明才慢慢的发现用本名出道好像不太妙，因为鸟山这个姓氏在当地很少见，所以鸟山明在爆红之后常常接到恶作剧电话，让他很后悔使用本名画漫画。虽然成名之后有些小困扰，但鸟山明终于当上了漫画家，而且只靠着一部长篇作品就在漫画界站稳了脚步。但他并没有因此满足。1984年，鸟山明推出了第2部长篇漫画，就是红遍全球的《七龙珠》。鸟山明是怎么创作出七龙珠的呢？其实可以说是被逼的。1984年，因为灵感不足，鸟山明想要结束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的连载，但公司跟他说，想要停止连载可以，只要呢能够在3个月后开始新的连载就可以结束。这个听起来也太魔鬼条款了吧？不过呢，认命的鸟山明答应了，所以在1984年8月，《怪博士与机器娃娃》连载结束，11月鸟山明就依照约定推出第2部长篇漫画《七龙珠》。这部漫画以中国神魔小说《西游记》为灵感，再加上了喜剧元素，是一部关于主角孙悟空寻找龙珠的冒险故事。七龙珠初期的反应还不错，但推出一段时间之后，人气就开始走下坡。在鸟岛和彦的建议之下，鸟山明呢把当时很受欢迎的格斗元素加到剧情里面，于是以战斗为主题的天下第一武道会情节就这样子诞生了。而热血又激烈的打斗剧情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让七龙珠成为了当时最火红的漫画之一，之后更红遍了全世界。七龙珠在加入战斗元素之后，趁势的跟上了当时流行的香港武打电影热潮，而漫画呢也在日本快速的累积出一票读者。1986年，七龙珠推出动画版本之后，也顺利的传播到全世界，收视率在不同的国家创下了好成绩，虏获了大票的海外粉丝。例如动画呢，在西班牙的收视率超过 70%， 在法国呢收视率还一度超过 85%。单看漫画的销量七龙珠呢从1984年连载到1995年，在日本卖出了将近 1.6 亿册的漫画单行本，是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漫画之一。而到目前为止呢，七龙珠的漫画单行本在全球也累积卖出了超过 4.2 亿册，惊人的销售成绩也为鸟山明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截至2023年，鸟山明的年收入达到了 14.8 亿日元，在日本漫画家的收入排行榜当中呢，只输给了《航海王》的作者尾田荣一郎，位居第2。七龙珠系列呢，总共连载了11年那虽然在1995年画下了句点，但漫画的影响力依然不减。连载结束之后，也推出了不少的延伸电影跟游戏。不过，七龙珠为什么会这么红呢？很多人认为七龙珠会这么红，甚至成为漫画界的传奇，在于充满想象力的剧情、热血的格斗情节，还有鸟山明独特的绘画风格也是关键之一。首先，七龙珠呢以冒险故事为主题，加入像是龙珠神龙、赛亚人等等奇幻元素，脑洞大开的剧情设定，让七龙珠呢在当时同期的漫画当中脱颖而出，吸引了大票的读者。再来是生动又震撼的战斗场景，也让很多的粉丝印象深刻。例如，为了表现主角孙悟空的身手有多快，当对手被打飞到很远的地方时，孙悟空早就已经出现在对手上方的呈现方式，让不少人直接感受到画面当中的速度感与爆发力。独特的分镜方式呢，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让七龙珠成为了漫画界的分镜教材。另外，也有人认为漫画当中的中国风跟功夫等元素也是七龙珠爆红的关键。80年代初期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对日本展现友好，日本也对中国充满好奇。而1984年出版的《七龙珠》在漫画初期，除了题材内容致敬《西游记》，连主角的名字都取材自此，引发了不少日本跟中国读者的关注。再加上70、80年代香港武打电影席卷了全球，无论是东西方国家都陷入了功夫热潮。而《七龙珠》里面大量的战斗剧情，刚好符合了时下观众的观影口味，让七龙珠不止在日本站稳脚步，也深受中国甚至全世界读者的喜爱。不过，虽然七龙珠整体的表现大受好评，但也有部分的人觉得，连载到了后期，七龙珠世界观好像越来越混乱，剧情开始出现了一些漏洞。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可能跟公司有关。
依照鸟山明原本的剧情安排呢，七龙珠连载应该2年左右就要结束，但因为作品的销量太好，公司不想要让七龙珠结束，于是呢拜托鸟山明继续画，然后妥协的鸟山明就继续的创作出七龙珠 Z， 而漫画的时空背景呢也开始向外展开，主角孙悟空呢从地球最强成为了宇宙最强。那虽然一样受到读者的喜爱，但鸟山明曾经表示，因为灵感慢慢的枯竭，后期其实画得很痛苦，在剧情安排上面也慢慢的出现瓶颈。在鸟山明多次跟公司请求想要完结七龙珠系列的情况之下，1995年七龙珠系列终于迎来了完结篇。那虽然不少人觉得很可惜，但事后很多的读者看到鸟山明接受采访的回应，才惊觉鸟山明老师呢真的是累了，所以让七龙珠系列结束或许是更好的选择。那虽然连载结束了，但七龙珠人气依旧不减，所以公司呢在取得鸟山明的同意之后，在1997年制作出续作动画《七龙珠 GT》。而在2015年，鸟山明也回归参与制作，推出了原作续集动画《七龙珠超》。而去年为了纪念七龙珠40周年本来预计在2024年秋天继续推出最新的动画《七龙珠 Dema》。不过可惜的是，今年的动画上映时，鸟山明老师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继续的陪伴全世界的七龙珠迷展开全新的冒险旅程。但是不少人也相信，七龙珠的冒险精神将代表鸟山明老师永远的活在大家的心中。在收集这一次企划的资料时，我们发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看过七龙珠，但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有听过，或是对于漫画当中超级赛亚人的角色有印象。对于鸟山明老师的离去，网络上面也出现了很多不舍的想法。不少七龙珠的粉丝都表示很感谢鸟山明创造出这个充满奇幻元素和热血战斗的冒险故事，想起自己的童年有七龙珠的陪伴，真的很幸福。而在看完鸟山明的生平故事之后呢，我们不只重温了自己童年的幸福，无意之间也被老师本人的故事再感动了一次。虽然他一开始没有什么自信，但透过永不放弃的坚持、扎实的努力、敬业的精神，他不只成功的让大家记得他的名字，也启发了很多后续的漫画作品。真的谢谢你，鸟山明老师。而最后呢，也想问大家，听完鸟山明老师的故事，哪件事情让你印象最深刻呢？出道前竟然被退稿过那么多次，比第2篇长篇作品就登上人生巅峰，这超厉害。所以我是七龙珠迷能够画出这么强的漫画，真的太感动了。立即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鸟山明的生平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尾田荣一郎以及少年漫画。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